3万，够交半年房租了。A 计划失败，执行 B 计划。你是这家公司的负责人？我是来应聘护卫的，刚好路过。你救了我2次，开个价当我的护卫。年薪500万，房车全配，签3年。成交。加3条：第一，别对我有非分之想，工作时间不谈私事；第二，早餐城南老字号蟹黄汤包，每天现买不许凉；第三，陆氏档案治理关于林家祠堂的那卷旧地契归我。林家祠堂地契怎么在陆氏档案室？我是林家养大的，去年祠堂丢了一卷地契，追了半年线索，在你们档案室临时保管柜里。跟我进来拿。你查林家祠堂半年，查到什么了？查到那卷地契和一块地有关，那块地叫龙骨项目。楼下动静不小，6个枪手加2个狙击手，全清了。陆叔新聘的护卫，身手利落。龙骨项目那块地，我出双倍价，地下是商州古墓群，文物批文我已经拿到了。陆叔守着这块地20年，等的就是今天。爸，苏小姐出价比市场溢价30%，那块地咱们开发不了，转手落袋为安。苏小姐，2周前从边境运进来的货，海关没有申报记录吧？一只林家养大的狗，查得挺深。你知道林家祠堂底下那卷旧地契最后一页写什么吗？写的是龙骨地皮20年前是林家捐给陆家的，你养父亲手签的。你养父去年让我保管的，他说如果有一天有人动祠堂底下的东西，就把它给你。他们炸了你家祠堂。我跟你去。你留下看你堂哥。明早8点，汤包和不加糖的豆浆别忘了，等我回来收。底单烧了，7天后苏富比拍卖会，压轴是商州青铜鼎，送拍人匿名，预展3日，入场建资3000万，把林家那个女护卫引到场上来。祠堂烧光了，但我挖到了东西。你帮我查这张照片里的女人是谁？林家祠堂，双儿满月。双儿是你？是我。照片上抱我的那个女人是苏婉。苏婉20年前去过林家祠堂，还抱着满月的你。她如果真是金蛇会的幕后，那跟你养父签的那份捐赠协议的时间完全吻合。所以今晚放话的时候，他说那句话是对的，龙骨地皮是林家捐给陆家的。但我养父为什么捐？谁来了一趟祠堂，捐给谁？你试试你养父当年第一次带你去祠堂那天的日期。你养父在表后面留了这句话，意思是这份扫描件本身就是底单的备份。如果暗壳里的原件被烧了，这份扫描件还能用。他们来了。他们来了。
，U 盘交出来。快走！小心！目标有武装，请求。他们怎么进来的？陆氏有人开了后门。他给了他们门禁权限。你现在有2条路：第一，明天早上在家族里公开件事，把你堂哥踢出去；第二，按住不说，让他以为自己安全，然后等他再往苏婉那边递消息的时候，你截住那条消息。第2条，让他递，我截。你刚才说这张照片背面写的是我满月那天拍的，庚辰年，那年林家捐了地皮，苏婉抱着我来林家，林家捐了地皮，然后苏婉消失了20年，3件事同一年发生，隔了不到1个月。他把你放在林家，然后离开了，而林家捐了那块地，捐完之后才收留的你。顺序是地皮先捐，你后到。你养父是先捐了地再接的你。底丹元件在苏婉手上，底丹元件在我手上。陆子谦明天会走2条路之一，无论哪条，把林双引到拍卖会上来。他来了，我就把底丹还给他；他不来，底丹烧了。他养父20年的签押就变成一张废纸。龙骨项目地皮下发现的这尊鼎，经碳14检测，确变异为西周中期青铜礼器，遗址范围初步划定约2000平方米，属于高等级贵族墓葬群。根据文物保护法，该地块必须纳入国家保护范围，不得进行任何商业开发。认定报告，他什么时候拿的？这件事我们事前完全没有收到任何消息。报告不用拿到，当众说出来，被众人录下来向外传播，我们就已经输掉舆论层面的第一步博弈。出来吧，桌面的文件被动过，痕迹很明显，你不用继续躲藏。你是林正国当年收养在身边，继承林家刀法的那个孩子。你左手力道明显不足，影响你整套刀法挥挥。这张单据是我亲手签署，3年前从金蛇会仓库向外出7尊同款铜鼎。展厅这一尊只是第3批流入器物，一共7只青铜鼎，剩下另外6尊如在什么人的手中？其余6尊下落我不知道，但你父亲当年拍下了全部7只鼎的出库记录。再拖延片刻，苏婉手下的人从展厅前方合围过来，你就再也没有脱身的机会。金蛇会3年之内分批运出7尊同款青铜鼎，展厅这件是第3尊。前2尊青铜鼎已经卖出，我们现在要去哪里追查购买者身份？单据无买家记录，但签发人的笔记和当年签署文物代管协议的签名出自同一人。3年前签署代管协议的人就是这批青铜鼎的发货者。这里不适合讨论，我们先离开，再从长计议。你们以为的证据是我特意摆放在桌面等你们来取的。你方才说物流签字人与代管协议签署人一致，那份协议原件现在存放在什么地方？协议原件锁在你父亲办公室保险柜内部，等离开拍卖会之后，你亲自回去打开保险调取文件。他已经看完所有单据，顺利离开后台。接下来他会陪同陆正风办公室敲开陆正会调取协议原件。
便条上写的3只鼎已交付，款项分2入账，2期尾款要等这批青铜鼎上拍完后再统一结算。安保主管称3年内运出7尊青铜鼎，我父亲记录只写3只，说明后4尊鼎的流转过程他完全不知情。庚子年正式满月，林家捐地，苏婉抱着我现身林家祠堂的那一年，时间完全重合。3年前2人并非商业合作，本质是文物交接。苏婉当年从你父亲手中买下编号第3的青铜鼎。刚才战斗时，你左键动作明显卡顿。预展那晚安保主管说的话是真的，你受伤了？办公室监控连通大厦总控室，刚才一定有人在消防通道外侧接应放风。保险柜里除了相册和物代管协议，下册中是否还存放其他能够当年交易的指证材料？铁盒内只剩一张银行汇款单，付款方是陆氏集团，收款方登记名称为金蛇会文创中心。凭证汇款时间是庚戌年秋。当年苏婉抱着我现身林家祠堂，也恰好发生在同年秋季。整件事顺序应该是我爸先付300万给金蛇会，7天后苏婉带你去祠堂，再7天林家捐出地皮。上面写了3只鼎已交付，标注的确是3号鼎，含义件完全不同，只是第3号而非前3尊。编号能排到3号，就说明还有1号、2号。这2尊鼎落入金蛇会手中之前，究竟存放在哪里？我去查清7只鼎的完整出库记录，你留在公司盯住陆子豪，阻止他传递内部消息。你去哪里查？太危险了，我担心你遭遇埋伏。我去金蛇会废弃厂房仓库，寻找出库登记底单。按照之前约定，放任他独自前来仓库，我会在这里等候他上门。果然有人来过。我料到你会找到这里，提前剪台铁丝网，就是为了方便你顺利进入来。2层透气窗的铁丝网切口整齐，是你特意准备的。这是所有鼎出库的协议签署日期。3年前，苏婉接管这间仓库，1号、2号是遗留的库存，3号到7号是他接手后对外流转的青铜鼎。1号鼎与2号鼎在苏婉接管仓库前就已出库，2份单据签收人分别是谁？你把登记册翻到前面记录给我看。2号鼎是陆正风私下购入，不走账目。苏婉查到记录后，反而主动将3号鼎卖给他。苏婉明明查到了2笔未入账安具，为何还要继续和他完成第3尊的交易？因为这笔钱款数额刚好与林家祠堂地块20年前的土地估价完全对等。苏婉接管仓库第一件事便是翻出记录，要挟陆正风签署代管协议，将3号鼎账款转入暗账。那后续出库的4号、5号、6号、7号青铜鼎，如今流落至何处？没有私人买家，全部被苏婉抵押送往境外拍卖行，如今存放于拍卖行专属保险库房之内。4尊青铜鼎抵押寄存的境外拍卖行全称是什么？相关仓单编号存放在哪一份原始文件之中？你手握仓库全部核心记录，完全可以隐瞒这些内幕，现在毫无保留告知我，背后究竟是什么原因？我是金蛇会初代仓库主管，我的师傅是上一任负责人。苏婉接管仓库第3天，他就意外丧命。这批围堵厂房的安保人员不是我叫来的。苏婉在你抵达前3小时就通知全队更换住房，实施围堵。
正门与侧面全部被安保人员包围，你立刻从厂房后门离开。厂房后门同样安排了看守，前后2条常规出入口全部被安保队封锁。常规出入口全部封锁，你熟悉厂房，走仅存的隐蔽逃生路线离开这里。办公室没人，分头搜整栋厂房。你师傅在苏婉接管仓库第3天遇害，是不是他查单上的3方签名触及苏婉的底线，惨遭灭口？师傅在1、2号、第3号交接单末尾发现了金属属彗星的第3方见证签名，那份底单上的第3方见证人签名只有2个字母缩写 LJ， 没有别的任何线索。陆正峰购入前2尊青铜鼎时有第3方全程在场见证 ，LJ 是见证人的专属缩写，整笔交易是和3方共同达成的协议。单据缩写 LJ 的完整姓名到底是什么？你师傅有没有留下关于此人份的记录？师傅刚查到第3方线索就突然出事，没来得及告诉我，所有线索全部中断了。4号到7号顶对应的编号全部记录在最后3页上面。苏婉的原始交接汤单再承袭他私人保险箱，保险箱每年固定开启1次，今年的开启日期就在明天。你确定苏婉明天就会前往私宅开启保险箱，取出交接清单的文件？苏婉明天清晨7点会准时出门，先到咖啡店取冰美式，再去取文件。咖啡店至私宅路段最适合半路拉截。出赠品的喝，原来是他。仓库内出库登记册已经不在原处。这件事我全知情，是我暗中派放任何卫国把完整出库登记册交到林双手中。何卫一直以为是他自己主动选择帮助林双，从头到尾所有行动都在我的布局与操控之中。何卫国师父遇害确实是我所为，但单居上 LJ 第3方名和我无关。3号顶之后的所有交易与我没有任何牵连。我已经按照你之前下达的指令，把全部文件妥善放置到位。现在请告诉我，接下需要执行的计划是什么？我会寄出匿名举报信，掌握你去年一度度挪用2笔子公司资金的流水，全部证据都放进你的办桌抽屉内。混杂的石灰气味。40棱东侧会议室遗留工地泥土、地皮。陆子豪并非电话沟通，是与人当面密谈的。我刚刚潜入陆子豪办公室，抽屉内去年3月的资金流水记录，金额足以构成违规指控。不要打草惊蛇，拍摄的照片发送到我的手机上。养父林正国的印章，见证人是 LJ， 但经手人却是他。陆子谦，2条矛盾线索立刻同步。苏婉交付的记录全部标注 LJ， 内容存在明显修改痕迹。2份完全对不上，只有一种合理解释：苏婉的文件是篡改过的。还有一种可能 ，LJ 不是单个人名，是雇任职者都统一签署个债号。林家档案柜第7层存放了整套公章，还有1枚空白章。档案室7层存放1枚无文字空白公章，这枚空白印章凭谁保管？可以由任何人自行刻制文字吗？空白印章没有预设任何文字，谁拿到这枚公章都能自行刻字，用来替代不同身份签署各类单据。
原来如此，钥匙在 LJ， 印章分层。空白章是给你留的，你想填什么填什么。林小姐，苏总特意派我们前来取物件，他清楚你今天从档案室带走了6号顶的铭文拓院。苏婉愿意把这张照片的底片交给你，交换你手里6号顶的铭文套号。苏总承诺，只要你交出6号顶的铭文拓片，他会同步交付这张照片的原始底片，了结所有过往纠葛。你回去转告苏婉，6号顶铭文拓片从未被我取走，让他亲自去查清真正拿走这份拓片的人。苏婉与杨于养老的套变在林爽手中。陆氏这笔300万预付付空城支是哪一天？我要对照苏婉当年到访林家祠堂的时间。我翻阅总账纸质录核对完毕，这笔300款案款实际是付款日期为庚辰年9月17日，9月17完成付款。苏婉抱着我前往林家祠堂，刚好是款项支付后的第2天。17日打款，19日苏婉到访，20日林家把龙骨地皮捐赠给陆氏集团。这笔资金的真实用途就是陆家收购龙骨地皮的收购款。这支工程队实际掌控人究竟是谁？这支工程队全部由养父一手创办运营。养父收下300万，3天后全额退回，龙骨无偿陆氏。整件事从头到尾没有真实资交易，仅仅是为了在集团财务账目上完成一次走账流程。300万资金没动，仅留下抽支流水。这份账目是谁刻意留存下来的？当年批准这笔300万支出签字人就是你的养父林正国。这批财务账豆你们准备转运到什么地方？这批账本是我们奉命看守，不能让你拿走。我没有打算带走任何一箱账簿，匕首还给你。你是把好手，你走吧，就当我没见过你。陆子豪已经把旧账全部运走，我拍到账簿底层压印文字，底单元件存放在密码箱，箱体配备机械密码转盘锁，必须找到对应开锁密码。我之前向何卫国询问箱体密码，他完全不知情。不用四处打听密码，你从档案室取出的那张黑白照片，上面藏着完整开锁数字。照片内哪个细节对应箱体6位机械密码？你说的绳结数字该如何对应转盘？绳结3股圈数依次是324。完整6位箱体密码是000324。经我独自前往城西开启密码，你全程盯紧陆子豪，拦截他和苏婉通通。你左肩前几日被子弹擦伤，大幅度动作会撕裂伤口。伤口已经完整缝合，不影响行动。
LJ0703箱子顺利打开，底单签售是林家捐体皮次日。地皮由苏婉签收，整笔资金流转过程中间经过什么人？箱体备注副本存7层，我手中从空白印章取出的金属片就是7层专用钥匙。档案室第7层对应的不是普通钥匙，就是你手里刻 LJ07那枚3柱印章片。果然是你。深夜独自蹲在龙骨工地地基坑边，拿着手电翻文件，你到底在寻找什么东西？苏婉让我搬运的舅舅张布林，我专程来工地寻找这份单据对应的原始底单。完整原始底单不在这里，完整正本存放在我家后院铁皮柜内。这份收据是我在土里挖出来的，和档案室存的底单不同。庚辰年8月。养父名下公队远赴境外采购供亲戚修复工具与耗材，修复材料是养父采购，证明当年顶全部由他修复。碳素复印记你留着，他今晚会去找你。不用四处搜寻，我把关键证据信封放在客厅木桌上，你直接自取查看即可。纸面底部压痕小字是我师傅生前留下，用无墨刻笔书写，需斜对灯光才能看清。斜光下看清隐藏代码，指向7号档柜第3层 B 抽屉夹层储物位置。夹层抽屉我从未开启，开锁密码只有师傅知晓，他只留下位置代码留给后续来人。你师傅查清 LJ 相关线索后，第3日便遇害。这段时间你有没有尝试打开夹层抽屉？你已经和他见过面了。所有线索都是你一步步引导我前去获取，是你安排我来见何共双。何建国给你的不只是普通复印件，纸上压痕记录了7号柜夹层藏笔记。何卫国师傅死于9月末，离世前将夹层钥匙交给你养父保管。你等我那么久，只是为了告诉我这事儿吗？夹层笔记会写明 LJ 真实身份，但你要清楚，全部真相曝光后，谁会承担法律追责？来欧市位置，林正国使用的号该签署类文件，方便青铜旗海关入境。
看你的状态就能判断，昨晚你一整夜都在外奔波，完全没有休息。你的眼线音很重，看得出来你同样熬了一整夜没有休息。陆子豪爷私自用车运走大批档案，今早办公室所有抽屉全部清空。这张是苏婉专属的留存副本，陆子清刻意撕走了带他完整签字的页面。所有线索都指向他，你确定这个代号的身份？就是我养父，当年只有养父具备文物入境签字权限，苏婉想要流通鼎，只能依靠他签署器证明。全套入境证明原始存真，现在是否还保存在林家档案室第7层？存间好在档案室，苏婉已经摸清线索，此刻正赶往老宅抢夺存支。你昨夜已经打开档案室，完整看入境证明记录了，对吗？7号档案柜夹层我已经全部打开，7张入境证明存纸的内容完整看完了。文件标注境外文物归还入关，这条记录从头到尾都是虚假申实名目，借助虚假返还文书入关。这批鼎可跳过文物监管，直接流入收藏渠道。这7份存是整条交易里唯一能证明申报造假的纸张物证。我接管金蛇会时把全部存格封存，没有销毁，也未对外存放位置。你今早特意驱车赶到老宅，是打算进入档案室拿走全套入境存格原件吗？你养父早已把整套文件转移到房屋地下室暗格内，地下室是养父每晚休息前必经区域，他特意将核心物证藏在私人空间。每份官方存究标准原产权人，从入关登记来看，这批青铜鼎传自始始终归属林家。入关申报文件锁定产权为林家，这批鼎名上和陆家金蛇会境外拍卖行均无任何权属关联。养父经手这批鼎时，提前在每份存装锁定林家产权，从根源隔绝其他方占有这批文物的合规渠道。我从地下室取出的7卷全是副本，唯独7号鼎的单据一直由苏婉单独保管。前6尊鼎对应的正本9月全部完成移交，只有7号鼎正本单独交到苏婉个人手上留存。苏婉的人已经抵达街对面，专门在路边监视我们2人进出动向。安部立刻封闭 B2 北出口，东出口加派值守人员，所有前往47层人员提前登记报备。你驾驶黑色越野车从东车库离开，我走避消防通道下楼，引开街对面监视的苏婉手下。你左肩伤口昨天才完成缝合，大幅度动作极易撕裂。存根是整件案子核心物证，我们分开处理，若我没能按时汇合，证据你来保管。你抵达 B1 后原地停留3分钟，我到路口接你。苏总吩咐对你动手，但存根不能留在大厦，带出去这件事儿才能暂时了结。监视车辆都是苏婉安排，特地派你过来向我传话是吗？这道铁门直通东侧户外窄巷，巷子尽头就是东出口。黑色越野车已经在路边等候你。刚才你从 B1 消防通道下楼，是不是在车库拐角撞见苏婉派来的人手？信使传达苏婉意思，存根留在大楼内，他无法下手，只有我带出建筑才会暂时收手。大楼安保森严，他无法动手，引诱你带出存根，方便在外拦截。留意车辆后方有一辆银灰色轿车，隔着3车一路尾随我们行驶，保持当前车速，不要加速。前方第2个十字路可立刻右半道。这辆车不实施现场拦截，只是记录我们最终前往的落脚地点。他摸清我们的落脚地点之后，下一步会安排人手伺机上门抢夺全套物证。单居底部的记录，说明当年5号鼎内专门设置了夹层。5号鼎一直把控在苏手中，他还没有找到合适渠道脱手。苏比今早发布公告，
青铜鼎压售拍品临时撤拍终止拍卖流程。他只持有6号本，缺少1至5号原始单据，无法完整证明文物归属权。既然苏婉缺少前5件正本，那5张原始单据现在存放在什么地方？养父将1至5号正本长期寄存于此，每年按时续费，21年从未间断。请跟我来。此人手腕绿色绳色比昨天那根浅，是近期新更换的编织绳。知道了。你在律所拍单据时，集团法务部发来权力交接内部通知。交接文件昨晚签字，今天上午正式向集团提交。他要3方同时出现在现场，公示鼎与地皮产权全属林家，彻底暴露他整条文物走私通道。何建国口中3方吹亦可，根本不是联合取证，是苏婉设计让我们3方一同暴露在镜头下。废弃厂房里，何为一直在等苏婉，我们现在直接开车过去，3方会在仓库碰面。全部证据远程提前备份完整，我抵达现场后会给你们发送启动指令。我半小时没有着数把存里送回奏中心 LJ 星7 J0303F 金属柜锁好。1至5、6、7号存相关人员全部到场，今天正好一次性把整套产权单据核对清楚。6号存折你先摆上桌，我通知外面把1至5送进来，7号留在原地不动。